大家好，我是分析师 J。12月30日，商汤科技在港交所挂牌上市，截至收盘涨超7%。商汤的上市可谓一波三折。在此之前，美国当地时间2021年12月10日，美国财政部突然宣布将商汤加入所谓中国军工复合体企业清单。原计划将在12月16日公布最终发售价的商汤科技 IPO 被迫按下了暂停键。之后在12月20日重新公告称将重启 IPO， 并于12月30日正式在港交所挂牌上市。由于美国相关法规的动态性和演变性，这次上市商汤科技排除美国投资者认购全球发行的股票，也包括香港公开发行的股票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 AI 第一股商汤科技。说到商汤科技，不得不提到国内 AI 四小龙，他们是旷视科技、云从科技、依图科技和商汤科技。其中估值最高的就是商汤科技。商汤科技是一个由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汤晓欧发起的科技公司。汤晓欧1990年从中科大毕业后，选择到美国深造，并在1年后取得罗切斯特大学硕士学位。1992年，他又到了计算机视觉研究的最高殿堂麻省理工学院。博士毕业后，汤晓欧被邀请到香港中文大学信息工程系任教，继续从事计算机视觉相关领域的研究，培养出了一大批的计算机视觉人才。商汤科技创始团队源于2001年在香港创立的香港中文大学多媒体实验室，成员包括汤晓欧及实验室的核心成员。商汤科技在2012年刚成立的时候，它甚至是一家没有技术落地的公司，但是短短4年，商汤就成为了世界级的独角兽公司。商汤的招股说明书中说道，它是亚洲最大的人工智能软件公司，有600多篇顶级学术论文，8000多项人工智能专利及专利申请，营收为2018年的18.534亿，2019年的30.266亿和2020年的34.462亿。2021年上半年为16.518亿，而2020年上半年为8.612亿，毛利率为2018年的56.5%， 2019年的56.8%，到2020年的72.1%和2021年上半年的73%。可以看到，商汤的营收和毛利率都在提升，特别是毛利率的提升，显示了软件公司的优势。软件产品每次出手都是对高昂研发成本的摊薄，所以随着营收的上升，毛利率也在不停提高。但是商汤科技的研发开支也在快速增长。2018、2019、2020和2021上半年为8.487亿、19.16亿、24.539亿和17.717亿，所以导致巨额的亏损。2018、2019、2020和2021上半年的亏损为34.327亿、49.677亿、121.583亿和37.129亿。截至2021年6月30日，拥有40名教授带领研究工作及3593名技术研发人员，其中包括250余名博士及博士候选人。收入主要来源为软件，以 SenseCore 作为 AI as a Service， 通俗称 AI 即服务。商汤科技称之为人工智能云计算服务客户。同时，商汤科技正在上海临港建设大型 AI 数据中心，并将于2022年初落成，
以支持基于云端的全方位人工智能模型生产及部署服务。从这些信息中可以发现：一、商汤科技营收和毛利率持续增长，不同于其他烧钱公司，没有业务作为基础，商汤科技有着不错的营收，说明其软件产品确实有市场需求。二、人才和研发优势，商汤科技有大量技术研发人员和投入，如之前所提到的40名教授带领研究工作及3593名技术研发人员，包括250余名博士及博士候选人，这些行业顶尖的技术人员，使得商汤科技拥有 AI 领域领先的研究能力。三、其招股说明书中的 AI as a Service 人工智能云计算服务，可以使用户便捷地使用商汤科技海量的计算模型执行 AI 计算。因为前期需要巨大硬件和研发投入，如果将来 AI 大规模应用，可以使商汤占有非常大的先发优势。但是，商汤科技将来之路也并非一马平川，这也是国内 AI 公司共同的问题。一、AI 商业化难度大。AI 是技术，并不是产品。每年几十亿的亏损，并没有看到改善的迹象，反而亏损越来越多。商汤科技现有收入主要是授权算法模型给硬件厂商提供解决方案，很多人称之为 AI 外包。在并没有绝对技术优势的情况下，硬件厂商很容易做到在多个 AI 公司间平衡，以压低价格。现有 AI 主要应用场景是语言和人脸识别，但国家对安防的投资快速增长已经结束，后面需要更多的商业应用。商汤科技招股书中所提及的智慧商业、智慧城市、智慧生活和智能汽车，在短期内都无法形成大规模的商用。公司投资巨资的超算中心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。二、薪酬和投资负担大。商汤科技大量的顶尖技术人员薪资开支和大量 AI 计算硬件投入成为公司巨大的负担，但这些研发投入却少有能转化成商业收入。不同于其他类型的科技公司，研发投入产出的新产品支持业务，商汤大量的顶尖论文和 AI 投入还无法形成持续的产品转化成收入。现阶段 AI 在计算机视觉，尤其是人脸识别之外，很少有大规模商用场景。三、国家数据保护和个人隐私法的出台，肯定会抑制非法的数据流通和使用。更多的公司会选择观望，短期内可能会对公司的业务造成负面影响。长期来看，合法合规的数据使用会促进整个市场健康发展，但需要等待法律法规更多细则的落地和数据交易技术的进一步突破。客观分析到此为止。以下是 J 的个人观点。首先，我们期待国内出现更多像商汤科技这样的科技公司，对推动科技进步做出贡献，也同时能让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更具优势。但是，这不代表无序的过度投入，特别是上市后，公司拿到的钱不仅来自投资公司，更是股民的钱。研究和商业投入需要考虑到可持续性，投资人需要给企业更多的时间，以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。最后，此次商汤科技的上市和 AI 市场的遇冷无不相关。随着这几年 AI 热的退潮，不管是市场还是投资人发现 AI 商用的困难。现阶段 AI 的工程化落地非常困难， AI 企业越来越多的投入巨资到复杂的算法和模型开发训练上，但是这些巨额投入是需要人买单的。AI 对于企业的价值远远无法支撑这巨大的投入，没人问津是必然的结果。这次上市的成功对商汤科技来说是一个里程碑，也希望公司能在将来的 AI 之路上找到更多商用前景，以回报广大股民的支持。